大家好，我是王维。这两天啊，铁路遗产界有一则大新闻，具有125年历史的缅甸古特铁路大桥被炸毁了。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正好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咯噔一下，尤其是被炸毁这3个字吓了我一跳。这古特大桥是世界遗产啊！哎呦，我想这不会因为打仗把这整个大桥都给炸塌了吧？会不会跟那个成昆铁路拉旧大桥似的？根据缅甸媒体消息，善邦北部瑙丘和焦梅之间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古特大桥啊，在8月24号一早被炸毁。有媒体说呢，是德昂民族解放军提前埋了炸药给引爆的，有大概10多公尺的桥梁被毁了。可德昂民族解放军又出来讲，可能是军方的无人机啊空袭没打着人，反倒是误炸了大桥。现在呢，缅甸这边还在调查。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桥啊是公认的文化遗产，如今被战火毁了，真是让人心疼。眼下这瑙丘呢，已经让军方给夺了回去，他们呀还在往焦梅方向进攻。这地面推进和炮火轰炸一样没停，在焦梅镇里边呢，军方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啊已经打了好几天了，空袭也一波接一波的。这当地老百姓说呢，曼德勒到腊戍的公路啊，早就因为战事断了2年没法走了。现在连世界遗产的古特大桥也断了，这日子呀真是太难过了。这件事儿啊，在社交媒体上的议论也挺大。有人说呢，这桥自打缅甸独立以来，从来就没被任何武装组织毁过，如今呢，却让他们给炸了。这样的世界遗产不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也有人直言，不光这个武装组织有责任，那些该负责却没负责的人也脱不了干系。之后呢，这个军方发言人佐敏吞少将放话了，打算严厉报复敌方，但他也承认，眼下战火正急，修桥的事儿呢暂时无法进行。目前桥梁的具体损毁情况并不清楚，但是据当地居民说呢，据说靠焦梅一侧啊，有大约30多公尺的桥体已经被毁了。其实在今年3月底缅甸大地震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这座桥被震塌了，因为我去过的伊洛瓦底江大桥就真被震塌了，非常可惜。但当时啊，我找了半天，并没有看到关于古特大桥的任何新闻照片。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炸毁这座大桥呢？这座大桥到底有多重要？咱们今天啊，就来聊聊这座古特大桥。古特大桥始建于1899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与马里兰桥梁建设公司承建。大桥于1901年建成，全长689公尺，高250公尺，由16座钢塔架支撑，耗用4311吨钢材与上百万颗钢钉建成，是一座上承式钢横梁与钢板梁的钢塔架桥。这座桥位于前英国殖民当局的夏季首府宾乌伦与善邦北部重镇腊戍之间。它建成的时候，不仅是当时缅甸最高的桥梁，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铁路桥之一。古特大桥所用的钢构件由美国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制造，它由美国运到缅甸之后呢，再进行组装。当时这条铁路线的修建啊，其实也是大英帝国在这片地区扩张影响力的一部分。整个工程呢，由缅甸铁路公司的工程师亚瑟·伦德尔主持。这个古特大桥啊，因为坐落在古特山巅而得名，实际上是修建在暗河之上的地面上，也就是所谓的天生桥。这跟2012年被拆除的贵昆铁路北盘江大桥有异曲同工之处。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个缅甸内战打了那么多年，这桥都没事儿，怎么这回把这桥给炸了呢？这还得从这座桥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说起。这古特大桥的修建原因啊，就是因为曼德勒到腊戍的铁路啊，要通过古文溪。您听这名字虽然是溪而不是江河，但它所流经于古特附近的这个山谷啊，可是异常险峻，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除了古特大桥之外呢，附近只有一条通往中国边境的盘山公路可以跨越山谷，
所以这条山谷呢，自然就成为了缅甸政府军与民族武装的交界处。所以这座桥是当地最重要的交通设施之一。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古特大桥就被日军占领过。1943年遭到了盟军的轰炸，北侧的桥梁被炸毁，中断行车几年之后啊，才被修复。我呀，当时来到过这儿，当时这火车还通车，我下了车呢，就找到一处制高点，嘿，结果被让人给轰出来了。我呀，误打误撞跑到人家这个政府军的军营里边去了，因为那儿是一处很好的机位。我被告知 no photo 之后呢，我才看到附近啊垒了很多沙袋，我这才意识到这儿啊战火仍然非常频繁。2018年4月，我和几位朋友从缅甸曼德勒出发，搭乘凌晨的火车往东北方向行进。这个缅甸的火车啊，真是太颠了，它这线路条件导致这客车啊严重晃车，这坐下来呢就跟骑马和遇到风浪的这个船一样。在这趟行程之前呢，我呀是通过我徒弟王天成知道了这个古特大桥这地方的。2013年，他还是一个18岁男孩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就去缅甸了。他坐的这趟去往古特大桥的火车呀，就是因为线路质量原因，在半道就脱轨了。哎，那于是这铁路它就瘫痪了，所以他那次呢没能成行。火车出了曼德勒之后，先得经过4处之字形折返线，爬上高坡。在前往古特大桥的路上啊，我看见这些个小贩呀，都挂着微笑，向乘客们兜售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或者食品。这个车上的旅客和沿线居民和铁路职工啊，也非常友善，经常会向我微笑点头。哎，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是吧？阻拦拍照，哎，说这是国家机密，没有。哎，人这还打仗呢。偶尔，这车底下的傣族啊，还会向运行之中的列车上泼水。当时我呀，往笔记本电脑里边导几张照片，我这刚一导完，这火车晃悠的我正犯困呢，哎，突然咵一盆凉水就泼过来了，呵，泼我这一透心凉啊！这一下他困意倒都没了。哎，我这倒好，正好过一个缅甸特色的火车泼水节。我坐的这火车这车门啊，从来就不带关的。这火车走着，这乘客都能随便上下车。也是这好多地方这火车开的实在太慢了。即便是通过古特大桥的时候，这列车员也是防止乘客掉下去，把这门给关上，但是也都不带锁的。这个乘坐火车途经古特大桥的时候啊，这感觉真是挺惊险的。从车上往谷底看，这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呀仔细观察这大桥，我发现大桥东侧实际上是有双线铁路的预留线位的。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啊，我发现山谷两边有好几处展线，还有2处之字形折返线。后来一查资料呢，说这是1976到1978年修建的。当时的人们啊，考虑到这条铁路的战略用途，即使这个古特大桥遭到破坏，也能通过这个临时变线，保持这条铁路不中断通车。这一圈火车坐下来，您还真甭说，我觉得火车在这大桥上开的是最稳的。其实它除了颠哈，这火车在运行之中呢，没有什么冲动。哎，这有时候坐火车尤其会感到这个列车它一制动一刹车吧，这火车叮铃咣啷的就有冲动。哎，如果要是坐卧铺的时候老睡不好，就给震醒了。但是这古特大桥附近啊，竟是20%到30%的长大坡道，这个制动时候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冲动。所以我觉得我坐的这辆车的缅甸火车司机的这个操纵技术啊，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他这个驾驶火车的这个操纵水平啊，非常棒。我呢考虑到得找一个好的机位拍摄火车过桥，按照当时的这个火车时刻啊，
你要是搭乘火车到大桥桥头的古特车站下车之后再进行拍摄呢，那几乎就拍不出什么好照片。哎，这时间不够，太紧了，而且这边啊交通闭塞，你要是想拍摄返程的列车过桥呢，那基本上也就赶不上它回彬乌伦了。可能我呀那会儿也是对自己要求过高，非得找到一个这个全景的角度。哎，当然如果能在当地找着宾馆住宿那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大桥附近没有旅馆，所以呢我们只能打车从彬乌伦专程来这儿。我听这个出租车司机讲啊，通常情况下古特大桥每天中午啊仅通过一对的客车，哎，就是上下行各一趟。每逢周末的话，应该会开行几对脑丘到古特再到焦梅的通勤车。这个火车呀没有时刻表，它是怎么运行的呢？上满50人就开车。哎，所以有朋友说啊，这个全世界的铁路都是半军事化管理。其实您看这儿，几乎就是随意化运营，跟县城里的小公共似的。尽管呢，这是在当今世界上火药味最浓的军事冲突地带。我呀重新来到古特大桥，就从我下了出租车一直溜达到桥头，已经听见好几十声枪响了。我到桥头一看，一位穿着拖鞋的军人在这个古特大桥桥头啊，拿着一把 MA3卡宾枪跟着巡逻呢。然后我看他走回来，开始瞄准，直接从前面走，慢点。嘿，您说这缅甸警察也够危险的啊，居然敢打着电话从准备开枪的这个枪口前面溜达过去。您说这枪打的有什么目的呢？我们打听了一下，就是告诉敌方，我这儿啊要过火车了，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我们特意了解了一下，这一天呀，古特大桥附近应该没有战斗。不过我们想呢，还是跟大桥保持点距离，到展线旁边的山上去拍摄去。当然我们这爬山的时候啊，我们也看着地下，哎呦，可千万别有地雷。站在山头上看这个古特大桥，我呢就想起抗战的时候，很多美国的援华物资都是运至缅甸仰光，再由铁路啊运至腊戍，然后呢经由缅甸公路运至昆明。这个古特大桥呢，实际上就是援华物资列车的必经之路。如果80多年前这滇缅铁路真建成了，这列车呢就可以经过古特大桥直抵云南。最终啊，我们的拍摄计划还是顺利完成了。出租车司机接我们到这个焦梅，哎，但是这走着走着呢，前面就大堵车了。一问这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啊居然在打仗。嘿，我说这打仗这堵车，这得堵到什么时候去啊？结果啊，没半个小时这路就开了。您猜怎么着？据说是这个打仗之前啊，这个政府军先把这个双方就是2个方向的这个车辆啊，先都拦住，中间留一段这个空单，干嘛呀？打仗使。等这仗打完了，这儿没有这个危险，没有炮火了，再把这个平民老百姓再放行。哎，这么回事儿。想想这2天发生的新闻，我不禁感叹啊，这个古特大桥真的是一座非常珍贵的世界遗产。只可惜它这个地处乱世乱局之中，所幸呢，它的这个损毁部分呀也不算太严重。我估计这个当地的这个铁路部门啊，应该也有备用的桥梁。哎，毕竟它不是整个全给炸塌了，是吧？无伤大雅就好。所以呢，我觉得当局要是想修复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呢，这座大桥没有因为天灾、地震导致坍塌。还是因为这个人祸，人为的这个战争给毁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悲的。其实说到缅甸，我感觉我2018年去旅行的时候啊，还真没现在这么混乱。虽然不同的这个派系打来打去哈，但是感觉呢没像当下这么疯狂。不过当时我呀，也仅仅就是一名旅行者，并不是那儿的居民，所以这感触也不会太深。不过呢，我在缅甸遇到了很多人和事儿，使我至今难忘。比如说，我们从彬乌伦打车去古特大桥，这司机跟我们说呀，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在大桥那儿等我们，他呀会帮我们叫一辆出租车，
让我们离开古特大桥的时候呢，给那位司机打电话，下一程的费用从已经支付给他的4万缅币车费里边出。当我们拍摄完喽，准备离开古特大桥的时候，那位司机呢准时来接的我们。我们担心会不会被坑啊，问他跟上一位司机是怎么沟通的，结果他这英文啊实在不太好，支支吾吾的就说 money。我们也没听明白，琢磨着干脆给点钱得了，认了。结果到了目的地之后，到了这个出租车站，我们主动去结账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说此程免费。有一次我们打了一个华人司机的出租车，距离还挺长，到达终点之后呢，同行的小伙伴不小心把一个小包给落人家车上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家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我们也没有人家联系方式啊，只能去联系出租车站。没过一会儿，人家师傅回话了，他呀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不过一会儿呢，他会跟他这趟线上的同事会车，把小包交接给同事，给我们捎回来。结果过了不到1个钟头，人家还真就把小包给捎回来了。另外呢，我感觉缅甸的这个卫生其实并不太好，很多地方竟是乱扔垃圾的，而且这儿呢属于热带，室内外啊极为炎热，所以我其实特别担心我在这边会不会吃坏肚子。不过吃了几顿沿途小站和街边餐馆的盒饭之后呢，并无不良感觉。我一打听啊，当地人说我们不会往吃的里边瞎放，就连路边供路人饮用的这个水啊，都是绝对纯净的。您看这个几乎每个车站、村子还有街边都有这种水缸，这缸口呢放一个盘子，顶端啊盖一罩子，以免这个尘土进入。这罩子里边呢有几个杯子，如果路人渴了，随时可以在这儿饮水，而且会有热心人不断的往里边续这个饮用水。我问了当地人，他们认为在炎热的天气中供给路人一杯纯净的饮用水是一件非常积德的事儿。我也曾经在这些地方大口大口的喝水，这肚子呀还真没出问题。说到这儿啊，我这心里也真是五味杂陈。我希望当地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使人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也希望古特大桥能够早日修复通车。得了，不多说了，希望这回听到的呀，真的是最后一枪。